人在河边发现张秀梅的尸体。张美玲，你涉嫌谋杀张秀梅，我现在正式逮捕你。老大，张秀梅的验尸报告，法医推测张秀梅的死亡时间大约前天傍晚7点左右。她头上有被重物敲击的伤痕，怀疑凶手把死者打晕后，再把死者丢进河里。副警官，我没有杀秀梅，我不是凶手。你有足够杀人动机，因为你不舍得放弃那笔遗产。不是的，我从一开始就没有要那笔钱，我是真心要还给他的。我说的都是真的。你最后一次见到张秀梅是在什么时候？3天前，我到旅馆去找她。对不起，请你原谅我。你做了这么多事，一句对不起，就想我原谅你？你为什么过了那么久才回来？当我醒来时，根本不知道自己发生了什么事，也忘了自己是谁。他们都说我是张美玲，我只好接受这个身份。你根本无法想象我是怎么熬过来的。一直到我想起了自己的身份，我想尽办法回来，怎么知道回来后才知道爸爸死了。对不起。我不应该丢下你，是我害你受苦了。你不要再假惺惺了，你根本就是希望永远不记得我是谁，这样子你就可以继续的冒充我。不是这样的，我是很担心你会突然出现，揭穿我的身份。不过我真的不希望你有事，我每天都在担心你啊。够了！你照顾我老爸，为的是那笔财产吧？我根本都不知道他有那笔钱。不过，我想你也不知道吧？不然你为什么那么忍心把他丢在老人院不管？或许是我从小没有父亲，我很想感受一下什么是父爱。那1年里，我把你的父亲当成我亲生父亲一样照顾，我代替了你，尽了一个女儿该尽的责任。直到他临终前，他却告诉我，其实他一直都知道，不过他还是继续把我当作是你。这些钱本来就是你的，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。你父亲给我的父爱，已经是最好的回报。你说的对，我是偷走你的人生。如果你要告我，我会认罪的。
是个不孝的女儿，我对不起我爸爸。反而是你让他在临死前得到安慰，帮我做了一个女人该做的事。他跟我说，他要过一个新的生活，他要重新开始。我跟他道别后就离开了。我没想到，我们查过了，张美玲的确和一对母子一起吃晚餐，案发当时有不在场证据。凶手可能不是在这里丢下张秀梅，河水从上面流下来，张秀梅的尸体可能是顺着河水流到这里才被人发现。喂，你过来这里看。你看这些脚印，你看刚才的鞋印都很深。你说凶手会不会是抬着张秀梅的尸体走到这里，然后再把她丢下去？张秀梅的体重大概有50公斤，张美玲也跟她差不多一样，所以一个女生是不可能抬得动的。鞋印这么大，不可能是女生的。你有没有注意到刚才那些鞋印？左右脚有的深有的浅，凶手可能有长短脚。我相信凶手不是张美玲。那到底是谁杀害张秀梅的呢？当时张秀梅身上有一笔遗产，会不会是有人要谋财害命？除了他们两个，谁最有可能知道这件事？张美玲把钱交给张秀梅的时候，是在旅馆里。凶手可能是在旅馆工作的人。铁拐李，CID。Ready。走开，走开！放下。放下！老大，看，你涉嫌一宗谋杀案，现在正式拘捕你。李俊，28岁，外号铁拐李，在旅馆里当清洁工人。2天前，张秀梅把遗产的支票兑现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还以为你已经 check out 了。没关系，我快check out了，再给我10分钟。OK， 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当时李俊起了贪念，决定要谋财害命。过后，李俊把昏迷的张秀梅丢进河里，导致她被淹死。是我害了他。这不是你的错，你不用自责。我
们已经查获19年前那宗车祸，当时不幸死亡的是张美玲，侥幸活下来的是张美惠。你真正的名字是张美惠，张美玲是你的孪生姐姐，对吗？这些日子以来，你为什么会选择用美玲的身份过日子？美玲，妈妈好想你。你回来好吗？妈妈真的好想你，美玲。美玲好漂亮哦！美玲，来，别玩了，念给妈妈听。从那一刻开始，妈妈就常常把我当成姐姐，要我扮演姐姐来安慰她。我不想妈妈伤心，我也很努力配合，我真的很努力了。可是日子一天天的过去，我越来越迷惘。我一直问自己，我到底是谁？难道我活着就是要成为我姐姐的代替品吗？终于到了我19岁那年，再也忍无可忍，我决定逃离那个生活，离开我妈妈。这些年你去了哪里？我离开了新加坡，去到哪里就在哪里生活。这几年，我一直想找回对自己的认同感，可是我却越来越迷失，根本不知道该何去何从。所以，当你遇上张秀梅时，想借着她的身份来找回生活的重心。那段时间，我帮忙照顾她的父亲。那段日子里，我突然有了领悟，其实我一直在寻找的是一个有意义的生活。那现在呢？还想继续找回自己吗？我应该叫你美玲还是美惠？不管我是美玲还是美惠，都不重要了。我不会再盲目的寻找自己，因为我已经知道了我活着的目的。有件事想告诉你，是关于你母亲。那天你们起了争执，我带你去看医生，你到底是怎么了？那天我们去医院向他问起这件事，他却对我们隐瞒，不肯说出你的身份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明白了，以前逼你扮演你死去的姐姐，对你太不公平了。尽管他知道这一生可能无法再见你一面，可是看你这么坚持的想过新生活，他决定成全你。要不要和他见面，你自己做决定吧。
慧，妈，这张美玲被逼扮姐姐，生活过日子一定很辛苦，也难怪她要离家出走了。不过最后两母女可以和好，也算是大团圆结局了。他不断的寻找自己，反而迷失了自己。很多时候，我们都是被逼扮演某种角色，无法做回真正的自己。现在总算可以找回自己了，就像我以前一样，老是混日子，不知道自己活着是为了什么。一直到我爸死了之后，我才懂得怎么做人。不过我劝你啊，还是不要做回你自己比较好啊。你又想说什么？你的性格一点都不可爱的，尖酸刻薄啊，冷血无情啊，为了破案不择手段啊！你说的真的是卑鄙的，我很想揍你几拳啊！还有啊，好胜逞强，一点都输不起的，以为自己很酷啊！我劝你还是改掉你这种性格，才能够找到一个好男人嫁出去嘛。你看，说你两句啊，又生气了。多一个缺点啊，小气。喂，真的生气啊？这跟你开玩笑而已嘛。Sorry 啦。那，最多给你打回几拳呢？啊？我问了张美玲关于 Thomas Cole 的事。为什么 Thomas 会在治疗中心接受心理辅导？他曾经受过性侵犯。他有没有告诉你是谁侵犯了他？他叫胡广明，好像是一名律师。真的是你爸爸？确定吗？Thomas Cole 去勒索我们了。如果他不付钱的话，他就会把我爸的丑事公开。怪你妈妈一直保守这个秘密，原来是不想让你知道你爸爸竟然是个……或许我真的不应该知道这件事。
就这样。好，好的。妈，对不起，我已经知道爸的秘密了。你又想用什么诡计套我口风？不要白费心机了。Thomas Scott 是爸侵犯的受害者。你用心良苦的想保护我，想保留爸在我心里最好的形象，可是我却完全不领情，还责怪你隐瞒真相。我一直不知道，这么多年来，你受了这么多委屈。结果你还是知道了，一切都徒劳无功。结果你还是受到伤害了。我把真相挖掘出来，知道这么丑陋的事，这是我应该承受的打击。我最难过的是，我辜负你的一片苦心。对不起。其实你爸失踪，也是我造成的。为什么你这么说？当年，当我知道你爸的事，我真的恨他，我恨不得杀死他。既然你做得出这样肮脏污浊的事，就要有心理准备，承担所有的后果。秋菊，其实我真的也不想这样的，只是当时我看到那个孩子的时候，我也不懂为什么我真的控制不了我自己，是我的错，这全都是我的错，我怎么会这么下流？是我贱，是我下流，够了，是我贱。受够了！我要离婚。给我一次机会。不可能，我已经没有办法面对你。我可以去寻求帮助，这个问题一定可以解决的。不必了，你的问题能不能解决跟我已经没有关系。从今以后，我不准你再见到小曼。等一下，小曼可是我女儿，我还能对她怎样？求菊，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们重新再来，好吗？不可能！如果你不想我揭穿你的事，我要你马上签下离婚证书。求菊，我求求你，不要碰我！还有，我要你离开这里，越远越好。最好是在我有生之年，不要让我跟小曼见到你，否则我会把你丑事公开。你知道我说到做到。他签了离婚证书之后，从此不知所踪。我尝试过去找他，可是都没有他的消息。我怀疑他因为当时对一切感到绝望，所以一时想不开。我知道了，这么多年没有他的消息，他很有可能不在了。其实他不是害怕我公开他的事，
不想伤害到你。我知道，他再怎么不堪，却是真心疼爱你。小曼，我希望他在你心目中永远留着完美的形象，永远活在你的心中。当年柴德兴在这里被杀死，他儿子柴智勇认定是徐志荣、吴国胜和 Andrew 杀害他父亲，所以他与宇泽一起报仇，杀死他们。你真的认为宇泽会帮柴智勇报仇？就算他怎么恨柴德兴，他也不会发神经跑去帮人家报仇的。目前所有的证据指向宇泽，他的嫌疑是最大的。或许我们不够了解宇泽，我已经没有办法相信他不会做这种事。我不相信宇泽会杀人，可能他是被逼的呢。啊？假设宇泽是被柴智勇强迫杀人，然后交付给宇泽，等一切搞定后再杀宇泽为他父亲报仇。这个比较有可能。既然他已经杀死另外3个人，为什么不杀宇泽？从 Andrew 死到现在已经有1个月的时间，他还在等什么？宇泽会不会已经被？以柴智勇的作风，他不会静悄悄地杀死宇泽，他一定会让我们知道他已经完成他复仇行动。宇泽到现在还没有被杀，就表示他不是被逼的，他应该是柴智勇的同谋。你怎么突然间对宇泽这么没信心了？或许我是故意把宇泽想坏一点，当查出真相，就不会那么失望。就好像罢了时间一样。无论如何，你帮我找出柴智勇的表叔刘志明。刘志明在15年前就带着柴智勇离开新加坡，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。而且我也找了整整1个月，一点线索都没有，真的很难嘞。虽然机会渺茫，我们还是要继续找。现在只有刘志明知道柴智勇是谁，只要找到柴智勇，就会找到宇泽。不管宇泽是不是凶手，我都希望他不会有事。大卫，刚才看你一脸凄惨失落的样子，是不是以为我们把你忘了啊？才没有，只是出院罢了，又不是什么大事，不用麻烦你们来接我的。不要逞强了，明明很开心，还装蒜哈。还能不能跟我一起打球？他才刚出院，需要这样大力吗？我不是很用力，没有弄伤你吧？你说呢？我本来要你在这里2天复职的，既然你还没有康复，那等2个礼拜吧。不用了，我看你是开玩笑的，也没事啊，你看还能动。无聊。等一下4点半左右过去。OK， 你等我啊。哎，好啊，不讲。来，10包，10包，10包。哇，谢谢。老板，咖啡给我朋友。最近混得怎么样？最近行情很静嘞，生意不好做，有没有什么好的吧？我要你帮个忙，我在找这个人呢，你看看有没有外地的朋友可以帮忙找找看呢？哇，不是吧？你真的改行去帮人家找失踪人口啊？找得到吃没？哎，
哎呀，我搞这个寻人中心不是赚钱的，是要做点好事，人面那么广，帮忙一下嘞。好啦，尽量啦，尽量啦。哎，过来，介绍一下，我朋友大包。你好，我表哥阿郎刚刚从新山过来的。哎，来，试试看我店里的招牌包啊。谢谢。志明，你认识这个人啊？子弹又不是打到你的脑袋，为什么你会变这么笨？你们是来羞辱我，还是来接我出院啊？休息一整个月，我们都没有人可以嘲笑，当然是特地来羞辱你的喽。喂，大包啊，什么事？找到刘志明的下落了。6年前他走私香烟被判坐牢，后来神经病发作，被转去精神病院了。哪里的精神病院？好，我马上过去，谢谢你。找到刘志明下落了。我们这一次一定要把凶手找出来。没有，我说为什么？刘志明先生，刘志明，我是你表侄儿柴志勇的朋友。阿勇他到底在哪里？把阿勇给我找来！你找他有什么事啊？我问阿勇，他到底报仇了没有？阿勇，他到底报仇了没有？他已经报仇了。真的，他真的报仇了。他已经杀了那几个警察。大兴，你听到没有啊？阿勇已经替我们报仇了。你在天之灵应该开心，应该安慰啦，德兴。不可能！你骗我！我没有骗你，我真的没有骗你。不可能的！阿勇他不可能报仇的，不会，他一定会等到那一天，一定等到那一天。哪一天呢？你说的是哪一天？护身符啊！我忘了护身符，快把阿勇找来！我一定要把护身符带在他身上。什么护身符啊？很重要的，他老爸说很重要的。阿勇他每次都不肯带，但听说他一定要带的。护身符，你有没有看到我护身符？我的护身符，有没有看到我护身符？李小姐，刘志明进来之后，身上就有这些东西。好，谢谢你。柴志勇，就算你杀了我，也是没有办法逃掉的。你开枪啊！开枪啊！
你有什么生日愿望？可以烧吗？当然可以啊！你说得出，我们都做得到。阿比啊，快点叫阿公吃大便！想死！哎呀，你不要恶心啊你！阿碧，你说吧。我希望可以和大伯阿姨、航程阿公、许昌哥哥、安妮姐姐永远在一起，我们一家人永远不分开。哎呦，疼死你了！会的，我们一定会的。阿碧，今天呢，我们关店一天，陪你出去玩。你要去哪里啊？我要去海边。哇，天气这样热，去海边啊？不然我们留在家里啊，玩游戏啊？不要，我要去海边。以前我生日时，宇哲叔叔每次都带我去那个海边。知道为什么宇哲叔叔会带你去海边吗？他说有一个叫财叔叔的，也跟我同一天生日。财叔叔，既然他已经杀死另外3个人，为什么不杀有责？从 Andrew 死到现在已经有1个月的时间，他还在等什么？他在等今天。大伯姐，什么事啊？我出去讲。大伯姐，你吃蛋糕啊？我现在无法接听你的电话，请留下留言。柴志勇等那么久，不杀宇哲就是要等到他老爸生气，今天就是他报仇日子了。我猜他会在柴德新出事的地方动手，我现在马上去看看，马上回电话给我啊！15年，终于给我等到今天。我是新加坡的 CID， 借我你的手机。好，谢谢。小妹，是我。老大，在哪里？柴志勇可能回至15年前的案发现场，你们马上赶过去，要快啊！从我妈被杀那天开始，我每天都想着要怎么干掉你们。我的人生就只有报仇，报仇。当年你们4个人在这里把我爸杀了，还以为可以逍遥法外。你们做了这种伤天害理、背叛兄弟的事，怎么可能没有报应呢？老天不收你，我来收你们。今天是我爸46岁的忌日，终于有一份大礼可以送给他。你安息吧。
喂，小妹，导演在哪里？什么事啊？老大叫我们赶去15年前的案发现场，他怀疑蔡金勇会在那里出现，快去跟我们集合。刚好在附近，我现在就过去。